美国参院本周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专门用于印太地区的资金比上个财年增加2倍。多出的这些资金流向何方？法案中继续拿台湾问题做文章，包括建议美国防部邀请台湾方面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事关重大，五角大楼真敢这么干吗？国台办发言人严正警告，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者必自焚，如果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来看报道。美国参院周三通过规模为7700亿美元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由总统拜登签署后生效。相比拜登政府今年5月提出的预算要求，此次国会批准的国防开支计划增加了250亿美元，较去年高出约5%。此外，专门用于印太地区的资金比上一财年增加2倍，主要通过为太平洋威慑倡议增加拨款来实现。太平洋威慑倡议于去年提出，意图仿照欧洲威慑倡议模式，通过增加对雷达、卫星和导弹系统的资金投入，来增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战力，对中国形成所谓牵制和威慑。在去年的法案中，美国拨款约22亿美元用于该倡议。今年5月，拜登将之提高到近51亿美元，而在参院通过的最新版本中，拨款增加至71亿美元。多出来的钱将用在何处？分析认为，资金流向可从4个方面观察：一是提升驻太平洋地区美军的导弹防御能力，重点是在关岛地区防御中国的中程导弹；二是部署陆基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三是增强印太地区美军的前沿部署态势；四是加强印太同盟和伙伴关系。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军事分析人士观点称，这笔拨款表明美国可能升级其综合联队，沿太平洋所谓第一、第二岛链建立精确打击网络，进一步遏制中国。增加的军事开支将使五角大楼在该地区建立更多军事前哨，加强美军在太平洋的物资供应链，确保在任何突发情况下都能军事干预台海和南海。在这2年加强这种和这种伙伴关系啊，地区国家一些这种武器的援助啊，包括联合演习啊，上这些开支都在其中，一以贯之。他在印太战略方面的一些思维，就是通过自身实力的存在以及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呢，整个目标在于保持他在本地区的一个军事主导力量这个地位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会通过国防法案，正值美国加紧对印太地区战略部署之际。五角大楼近期发布2021年全球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到要在印太地区与盟国和伙伴加强合作，遏制所谓中国威胁。报告要求在澳大利亚部署战斗机和轰炸机，加强关岛等地区的基础设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在最近的东南亚之行中也表示，将采取一种将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同盟友和伙伴的工具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战略。美军事网站 Breaking Defense 评论称，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增加，足以看出美国国会激光照射式聚焦太平洋地区。美国政客在军事应对中国问题上比美国军方更加激进。日经新闻也认为，美国国会议员对华鹰派倾向有所增加。实际上，在美国的煽动下，印太地区军事化态势越发严峻。周五，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社交媒体上直言，美国在国防问题上与印太地区的盟国更加紧密合作。他特别写道，在印太地区，我们创造了像 AUKUS 这样的新的联盟平台，并将其称为年度主要成功事件。同一天，美国务院不具名高官还宣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未禁止澳大利亚与美英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全世界都可以确信，核潜艇的核材料不会被用于武器项目。这位官员还声称，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将实施最高等级保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指，美英澳在3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开展核潜艇合作，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国际原子能机构现行保障监督体系无法对核潜艇动力堆实施有效监管，因此无法确保澳方不将这些核材料转用于制造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美方声称可以确信有关核材料不会被转用于制造核武器，难道仅凭一句口头承诺就可以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吗？美方曾经承诺不推动北约东扩，但大家都看到了后来美方是如何违背自己的承诺的。分析认为，美政客提出并宣扬太平洋威慑倡议的实质，就是美国以推行霸权为根本，渲染地区军事竞争，推动军事对抗，并在其中夹带涉台、涉藏、涉疆问题等私货，挑战中国核心利益。这种固守冷战思维、鼓噪大国竞争的做法，与时代潮流
流相悖，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极为不利。不过，曾经担任澳大利亚国防部副秘书长的著名战略学者休怀特指出，中国过去25年的军事现代化发展进程已成功抵消美军曾经拥有的海上与空中优势，加上地理进变，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与中国开展军事竞争，注定耗时长久且代价高昂。尽管美提出了太平洋威慑倡议，但这种投入规模的倡议项目根本无法重建美国的优势和针对中国的可靠威慑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美国国会在批准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专门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71亿美元。那么您觉得其具体用意是什么呢？从大的层面来说呢，这是美国国会督促美军加大对中国实施围堵的力度。其主要特点呢有这么3个：一是精准性，即专门针对中国定制的围堵计划。美国国会呢认为美国国防部之前所提出的计划太过笼统，还是传统的大面积围堵，没有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设置围堵方案，所以美国国会呢就自己下场来制定针对中国的精准围堵计划。二是时间维度上要快，美国国会呢认为美国国防部提出的一大堆装备发展计划、部队转型计划等，都是着眼于较长时期的整体性计划，见效比较慢。在此期间中国的军力必然会有更大的发展，到时候美军可能就堵不住了。因此美国国会制定太平洋威慑倡议，让美军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遏制中国军力的发展。说白了就是要刀下见菜。三是美国国会借此强化对美国国防部的预算监管。以往美国国会批完钱虽然也有监管，但是由于摊子太大，美国国会监管不过来。而这个太平洋威慑倡议则是美国国会专门设立机构，监督美军要把钱用在围堵中国方面，不能挪作他用，也不能浪费。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国会是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权限，强化对美国政府军方的监督能力。这不仅对亚太地区的局势将会带来重大影响，而且也会对美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带来重大的影响。简单的说，就是美国国会政府围绕着战略方面的主导权问题将会展开更加激烈的争夺。日本在石垣岛部署导弹，美媒放言日本动作瞄准台海，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日本在石垣岛上部署导弹是近年来以岛链封锁中国的新举动。日本已经在鹿儿岛县的岩尾大岛、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上部署了导弹，加上现在的石垣岛，日本就在所谓的西南诸岛的4个岛上部署导弹。日本在这些岛上部署的导弹主要是88式、12式岸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护导弹，主要目的是依托第一岛链，用岸舰导弹封堵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主要航道，同时用03式防护导弹拦截中国的战机。日本此举是其在军事上抛弃专守防卫，转向攻击作战的典型标志，明显在加剧周边安全局势，特别是让东北亚地区变得更加的紧张。但是日本想通过在第一岛链上不断部署导弹来封锁中国，那是痴心妄想。日本不要忘了，现在早已不是1894年，日本在综合国力上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以武力搞对抗，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好的，谢谢石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